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以前的视频说了一些特斯拉的优缺点，这些内容里面并没有说到辅助驾驶功能。我们今天会先说一下我这台5年多、里程6万多英里的2018特斯拉 Model 3第一次进场维修的状况，然后稍微说一下辅助驾驶功能，还有目前电池的状况。由于维修的内容，我们也会说一下轮胎的价钱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这个视频其实算是提早制作了。我以前说了，车子大概6年左右可以看出品质到底好不好，所以我原本打算撑到6年再做视频。不过其中有2-3项问题实在是撑不住了，所以我只好提前进场维修。这次进场主要是有以下几项问题，我们先提严重的。第一，车子冷却系统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我原本说过特斯拉的空调声音很大，但是这不一样，这是在车子停下来之后会出现像鼓风机一样的声音，有时候也会像警报器一样的声音，但是没有那么大声。原本我以为就只是电池的冷却系统有点吵，但是声音越来越大，有时候它刚开始的时候还会出现像是水流一样的声音，这声音越来越不正常。这是我第一个决定要提前保养的原因。第二，在我踩刹车然后放开刹车之后，我的车子会像被人踢了一脚，会顿一下。我以前在汽油车有类似的经历，不过那时的情况是在踩油门起步的时候，不是在松刹车的时候。这种情况如果是汽油车，通常是变速箱出了问题，在电车上面我就不知道了。第三，我某一天开车的时候，车子突然出现了一个错误报告，先是说摄像头功能变弱，然后还出现了一个乌龟的符号，接着车子直接被限速到60英里左右。虽然这个问题之后就没有出现了，但这个问题可能和变电系统有关，这样的话问题就会比较紧急，所以我马上就预约了入场维修。虽然最近的预约需要等1个星期以后。最后一项比较不重要，这个是特斯拉已知的问题，就是后车厢上的排线有问题，所以倒车的时候有时候摄像头会出现黑屏。出现这个问题的几率并不是很高，但是倒车时黑屏对行人是一种安全隐患，所以也需要尽早解决。这次修理比我想象的快，我以前被撞过一次，修了将近3个星期，这次基本上2-3天就好了。不过经验很糟，老实说我也不意外，我以前视频也批评过特斯拉的客服，我们来一一说一下。首先，特斯拉的维修流程完全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完成。预定的维修时间后，它会给一个估价。我记得我当时最初的估价是400多，分别是开车顿一下的问题200多，以及冷却系统的问题200多。到了预定的时间，只要停到停车场按下确认，将车子停放好就好了，完全可以不进去。虽然我还是进去了一下，然后维修人员叫我试驾了一下，想要看看车子顿一下的情况。那之后过了大概1天，我收到一通电话。基本上是跟我说他们发现悬吊侧连杆有问题，说这基本上应该就是车子会顿一下的原因。然后他们发了一份新的估价，这边开始就怪怪的，这估价一下就跳到了3000，这里面有冷却系统的200，然后出现了一项叫 drivability， 这一项有1200，然后出现了一项新的是轮胎，要1600，这在之前电话里完全没有提到过。我的轮胎也就2年左右，虽然我开的也不少，但实在不太可能需要到换的地步。而且我在 Big O Tire 换轮胎的时候，包安装费中等价位的轮胎大概1000有找，就算你使用米其林的轮胎也就1000出头。我打电话去跟特斯拉确认，他说他只是遵从技术人员的建议，说需要更换，所以我叫他们把这项去掉，所以最后价钱调回了1300，这也是我最后按下确认的价。这之后我又等了1天，特斯拉手机 App 通知我说车子修好了，叫我付费。我点开一看，最后发现价钱是2000，这里面有200多开车顿一下的问题，以及冷却系统问题200多。然后 drivability 变成了1600，这 drivability 感觉就是一个随便改的数字，完全没有细节也没有通知。我之后又打电话去询问，这次的接线员说之前的估价里材料费没有加入，所以加入材料之后就变成2000了。但是因为听到我的抱怨，所以就帮我减去了500，最后总价是1500。老实说我觉得很扯，虽然这价也还是比我确认的价还要高，不过我也懒得争辩，所以就接受了。没想到这还没有完，在我最后领车的时候，后车厢竟然打不开。我把技术人员叫来，他带来一根撬棍，先从后座进入后车厢，把车厢打开，然后用撬棍把后车厢内侧的内板拆开。很明显，有一根电线连接处并没有接，导致后车厢打不开。这应该是更换之前召回的排线装回去时没有装好。比较扯的是，竟然最后没有检查后车厢能不能开。他把电线接上去之后，把内板装回去。在拆下内板的时候，有一些夹子掉了，竟然当着我的面没有把这些夹子全部装回去。但我也不是特别介意，但事实证明了，我隔天就发现内板掉了下来。
这次的经验真的跟我刚买车时 trading 的经验不相上下，不愧是特斯拉的客服。接下来我们将会介绍一下特斯拉 Model 3的辅助驾驶功能。我没有买自动驾驶，老实说，我连辅助驾驶都不经常使用。电脑虽然比人脑厉害，但是总有宕机的时候，所以能不用我就尽量不用。全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的区别是，全自动驾驶是可以辨识红绿灯的，所以是可以在市区使用的。辅助驾驶只能在高速上使用，而且虽然还是可以用，但是细节规则有很多，只能在2条道的高速使用。不管是全自动驾驶或是辅助驾驶，都会非常依赖地上画的线，所以也不能在画线不清楚的地方使用。使用辅助驾驶时，就算你开导航，也必须要再靠打方向灯来让车子自己环道。依设定不同，它会依你启动辅助驾驶的速度，或是当地的限速来当做你定速的数值。然后也是依设定跟前方车子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如果太近就会自动减速。所以有的人觉得塞车时很好用，辅助驾驶也会有自动停车的功能。不过这功能老实说很不好用。第一，它很难侦测到停车格，必须要非常准确的刚刚好有2台车，然后你的车子在对应的相对位置，这个功能才会被启动。这条件实在很困难，完全是随机出现的。还有因为安全起见，它会速度有点慢，而且会挪很多次。如果驾驶技术比较不行的话，可能没有差。不过就普通情况，我觉得慢到有点挡到别人的路了。辅助驾驶也有召唤功能，不只是最基本的往前往后的召唤，也可以直接召唤到你面前。不过使用它时必须要看着它，以免撞到其他东西，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实用。最后我们来说说电池吧。我们以前说过，别人总结出来，每年电池应该会衰退2%左右，也就是说我的航距应该衰退差不多25英里左右了。这在我充到80%时是看不太出来的。基本上我充到80%，航距的幅度通常在220到250英里之间。这数值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稳定，尤其是在大概2019时的一次软件更新之后，有时候它会充超过或是不到80%，所以之后有一阵子出现只充到210多英里，这些大概是2022 12月底左右的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充到80%，不过之后有几次软件更新之后，又慢慢变回220到250英里之间。像我刚刚放出来这些数值都是最近的，也就是2023 12月底左右的。那2个240多英里的，可以看出来它应该是冲超了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些数值有多可靠。以325英里算的话，80%就是260英里，也就是说大概235英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虽然说不是很稳定，但是80%应该也是差不多在这个预估区间，还算可以接受。就使用效能的话，我在2023年做了很多次记录，这中间大部分是平坦的高速公路，但是中间是有停下来的过渡期。通常在停车之后，冷却系统会工作，然后会耗掉不少电。不过这边我就不考虑那些了。我统计了一下开行的距离以及电池消耗的比对，基本上我就是用电池消耗的航距和实际行走的航距做比对。像我们之前3个例子其中之一，246英里以及总航距60463英里，最后剩下74英里以及总航距60580英里，也就是说消耗了172英里。但是实际上只跑了117英里，这只达标了68%。我也尝试就平常上下班，然后之后过几天计算一下，这样通常会损比较多，因为车子每天加热或散热都会损耗一些电能，大概也跟这个比例差不多。不过如果一趟直接开下去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消耗了111英里，实际开了108英里，这2个例子大概都有点极端，不过平均下来跟我们预计的80%差不多。所以如果需要经常开长距离，我觉得很需要。如果每天上下班距离不长，可能会比较不划算。车子目前5年，除了这次维修的悬吊侧脸杆以外，还有就是差不多2年要换一次的12伏小电池。车子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维修跟客服实在有点问题。目前还没有到我们所说的6年测试期。不过我觉得，除了经常开长距离的人比较建议买以外，就电池的衰退，如果你考虑车子要开15年以上的话，我建议买其他性价比更好的汽油车。如果在15年以内的话，特斯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其他品牌电动车如果航距是可以上来的话，也可以考虑，说不定客服会好一些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
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